每个酱料的成分决定了它的美味。也扩展了它的用途。这就是科学。科学实验室为你解码美味方程式。你知道中西方的酱料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又知不知道酱料的粘稠度的重要性呢？我们常说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这个酱指的是什么呢？那你又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酱料也是一门学问哦？是，那跟着科学实验室进入中西方的酱料世界吧。马上欢迎现场的嘉宾登场。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郭任老师，欢迎。同时要欢迎呢对我们酱料非常了解的 Chef Eric New。欢迎 Chef 江江。啊，再来呢欢迎就是人美如花，衣服也很花的美花姐。欢迎。哎，也要欢迎哦对美食非常有了解的陈建斌建斌大哥。接下来进得了厨房，也能够拿起这个主持棒的阿 Ben， 厉害啊！不得了，今天感觉大家都是对食物很有研究。哎，是啊，那当然今天啊，我们会有这个4道题目。这个得分最高者呢，有一个神秘大奖。是我们今天先卖个关子，晚一点再告诉你们。我跟你讲，通常卖关子代表说真的很厉害。你觉得会是什么？我也不敢想。还是你肯定不是现金，一箱的酱料。哎，花姐真的是很了解我们。我们的主题今天的确就是跟这个酱料有关啊。哎，那你们觉得吃东西啊，那个酱料重不重要？我觉得食物啊，酱料就是它的灵魂。哎，少了酱料，整个东西吃起来就没那么好吃。哇，你右边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灵魂，它就是酱神，新加坡酱酱王。酱哎，我没有酱不可以啊，我什么都要酱。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沙爹酱。那个就是本地风味，真的沙爹酱很好对啊吃。有时候沙爹吃完了，我就光吃那个酱。对，有一样东西一定要摆在我面前，吉利巴蒂，小辣椒。同道中人，我也是很喜欢小辣椒。小辣椒你是要切好给你，切好了，然后放一点酱青。那我们常讲酱汁啦，想问一下老师，以你这个专业的角度，怎么样才算是酱汁？酱汁呢，通常有3种成分。第一呢叫液体，就是它的底呢通常是油或者是水。第二呢叫增稠剂，就是 thickener。因为酱通常是有一定的粘稠度的。对。最后一个呢就是提升它香味的各种香料啊，或者配搭的一些食材。那其实西餐还有分那个母酱，对不对？有哪一些啊？它是法式的5大母酱。OK。它就有Bechamel、Velouté、Espagnon、Tomato， 还有 Hollandaise。不要光说不练，直接来好不好？示范一下。好，来，欢迎。太好。我现在要呈现的呢，就是5大母酱的其中一个，对，就是 Bechamel。然后等一下我会用那个白酱再延伸去另外一种酱。今天第一道料理 ，OK， 我们第一道料理就比较意大利式的 ，OK， 我们就做了这个meatball with cream sauce，OK， 所以从白酱的 Bechamel 呢，能够提升去 cream。那据我了解，这个有一个名称啊，叫做roux， 是不是？对。roux 它其实就是用 unsalted butter 加上plain flour 炒成一个 paste， 这个 paste 呢就是当做是一个sauce 的那个 thickener， 对 ，OK， 就是类似我们叫油糊啦。是这个油糊是怎么制成的？我们看看以下的片段，好吧？来，油糊是西餐料理酱汁和汤汁中常用的增稠剂，也是4种法式母酱的基础。首先，将加温过的牛油与面粉在锅中用小火加热，并且混合拌匀。过程中呢，牛油中的油会把面粉里的淀粉颗粒包裹起来，并让它们彼此分开，避免面粉凝结成团，从而形成白油糊。若再持续加热，油糊里的蛋白质和糖分会因为发生梅拉德反应而变成金色和褐色油糊。只要再加入牛奶、鸡汤或牛肉汁，它就会变成各种法式酱料啦。好，所以清楚哦，这个roux就是油糊。它
所以就是一个勾芡的概念。有点像，有点像。其实就是西式的勾芡，中式通常是水加面粉，所以叫面糊。面糊而西式呢是油加面粉，所以叫油糊。哎，所以跟我们第一题呢就息息相关了。来，赶快发问。请问呢，以下哪一个因素会导致油糊分离？哦， A 呢是因为采用了高筋面粉 ，B 呢采用了太多牛油，还是 C 搅拌了太久？第一题不要想太多了。OK， 来，请看你们的解答。给阿 Ben 是写 B， 斌哥跟花姐是写 C。问一下花姐，哎，为什么会觉得是搅拌太久因？为看他在那边搅嘛。来，斌哥，你也是用猜的吗？还是你有特别的解释？因为刚刚你提示说不要想太多嘛，哦，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一定是 C 了啊。好，可以。那阿 Ben 呢？我选 B 的原因，因为油太多，因为它感觉有点像在做糕点的方式。对，所以如果你比例不对的话，它东西就会裂开。好，郭老师，请问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以下哪一个因素会导致油糊分离？正确答案是 B。哇！恭喜阿 Ben。率先获得1分。那我们请老师来做一个解释，好不好？传统的这个油糊，它的比例牛油和面粉是1:1，因为这个比例下呢，油和面粉可以均匀的混在一起。面粉里面的成分就是淀粉，它是很大的颗粒，你可以想成是一粒一粒很大的篮球，而油呢是比较小的分子，它像一粒一粒的乒乓球，它一粒一粒大的篮球周围呢是包裹着小小的乒乓球。所以两个比例合适的时候呢，它就会很均匀的这样分散。如果你牛油太多，它所有的小粒的球就连在一起，对，就一坨一坨这样。对，它就会分开啊，所以它的比例就很重要。 OK， 让我们直接发问第2道问题。在我们制作这个酱汁的时候以下哪一些材料呢是可以防止酱汁油水分层的 ？A. 醋 B. 蛋黄 C. 面粉。可能多过，耶。好，请看你们的答案。好啊，这个两位都写蛋黄跟面粉，那阿 Ben 只是写了面粉，为什么你只选面粉？因为好像刚才做的那个面糊，对，一样，那个面糊也是一样要加粉，然后那个油就会跟面粉在一起，是裹在一起。如果你现在加水下去，它只会变成水状。 OK， 蛋黄好像我们在打 Hollandaise sauce，Hollandaise sauce 就是用蛋黄而已，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这样。解释妹妹，哎，来不及了解。释到自己都心虚，对，兴趣耶。但是斌哥，为什么你是选 B 跟 C， 唯独醋不选呢？因为蛋黄跟面粉它是都有粘性，这两个有它共同的特性。对，而醋又不一样，醋是液体。花姐呢？你也是猜的吗？猜的。也是猜的。好，那老师，那正确解答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B and C。恭喜！不会0分的，不会0分的。其实阿 Ben 你都讲出答案对，了。很可惜，很可惜。 OK， 好，那也要请这个教授来解释一下，好不好？蛋黄和面粉这两个都可以防止油水分层。 OK 为什么呢？它们的作用其实不一样。面粉就是可以让水变得比较粘稠，对，粘稠之后呢，里面的分子的运动就会比较慢。比较慢呢，它们就比较不容易分开。那么蛋黄它是一种乳化剂，乳化剂就叫 emulsifier 乳化剂的特点呢，就是它有2头。 它一头呢可以溶于油，另外一头呢可以溶于水，所以它就可以把油跟水给它拉到一起，不会让它分开。所以呢，蛋黄和面粉2个一起用，效果最好。了解。OK， 好，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的 chef 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对了。第1道料理我们先来品尝了，好不好？这个是 pan fried pork meatball。来，大家开动。开动。Chef Harry 这个酱，它的那个奶油的比例刚刚好。哇，我吃了后
给我仿佛回到20多年前在酒店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希望是美好的回忆。没有。一般上我很少吃西餐的，不过今天这一道呢，煮得很香。其实我很怕那种西餐式的那种酱，不过我今天吃了，我不会觉得有一种怕的感觉，对吧？我觉得那个香料的提升很大，就冲淡一点那个腻的味道。我们第2道的料理酱料是要怎么调制的，师傅？ OK， 我们第2道的料理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 base mother sauce 啊，它刚才加了 cream 就变成 cream sauce。对，我们现在这一道呢要加 cheese。加什么？我有急事，我先走。所以加了 cheese 之后呢，它就变成 mornay sauce。第2道菜呢要做的是 oyster mornay。有 oyster 又不一样，不一样，我不吃 oyster，有瞬间没 oyster 我事了。可以委屈我自己吃一点谢谢。委屈一下 oyster 我不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怕行？腥味。这个时候啊 Ben 就要考验你对我们 Chef Eric 的信任度了。我绝对相信他，但是我就是怕腥味而已。所以我们这个酱呢，刚才的已经把它弄热了，对我们就把这个 cheese 放下去。对，是一个最爱。什么 cheese？少一点，我们这里是用 gruyere 少一 cheese，点。你要用 cheddar cheese 也可以。他没有用 blue 你 cheese。讲越少哦，他放越多了。现在我放 parmesan，另外一种 cheese，为什么另外一种要这样子？要放2种呢？ 2种 cheese 比较香，让它煮一下。想要问一下老师哦，为什么酱汁啊越浓稠感觉越好吃？第一是可以增加口感嘛，第2呢，因为它比较粘稠，所以在我们舌头上停留的时间比较久，回味无穷的感觉对，。五妈咪。 OK， 好，焗烤生蚝，OK，完成，All right。来，各位，奶酪白汁生蚝，有请。酱汁很好哎，很棒，对不对？很好。这个生蚝搭配这个酱料，整个很饱满，是那个 cheese 的香味啊。对你现在这个酱料跟刚刚吃那个，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2个这是都很 cheese 的香，都很香2个都很香，对。我觉得这个的酱料刚好可以把它的腥味给它压住。我吃不出什么腥味，我只吃到鲜味，我觉得对很鲜。我也是觉得是鲜味多过腥味。对，是接下来不得了，怎么样？中式酱料。今天要做的这道呢就是古老肉，哎，古老肉，古老所以会肉。做那个糖醋酱。所以想问一下老师哦，就是中酱跟西酱啊，就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西酱呢，它就是有一个底酱或者叫母酱作为基础。油户是4种母酱的基础，然后母酱又是更多酱的基础，但是中酱呢，每一种酱它就是对应一种食材，所以比较难就是做成这种比较系统的东西。而且你碰到那种很爱实验的chef 就有很多 pattern 创意出来这一位就是很多拜登啊。 OK， 那其实说到酱料啊，像这个番茄酱其实我现在大家都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倒那个番茄酱，卡住了。倒不出来，就用手敲它的底部，然后还是摇啊、敲啊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呢，这个背后是有个科学原理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3道问题是：我们用力猛拍番茄酱的瓶，会导致什么后果？也会降低番茄酱的浓度。B 会降低番茄酱的粘稠度，还是 C 会导致番茄酱分层？哇，这个很难，请作答。这个真的是用猜的，一点都不难。不难的。来，我们请看3位的答案。猜，完全猜。异口同声啊，都说是 C 导致番茄酱分层啊。所以花姐为什么会想选 C 呢？其他两个可能不会这么快吧？因为你一拍，那比较稀的会先出来，所以就分层了。对啊，比较浓的还在后面。这也是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阿 Ben，我觉得因为不会影响它浓稠度跟那个粘稠度浓度，因为你那一短短的那拍打不可能会马上变质，除非是水果，你这样拍打它棉料，当然会影响。大家对这题都没有什么把握，我很肯定啊。反正彬哥很有把握，所以彬哥来大声讲是什么 A B 还是 C？ 就是 C， 请我们的郭老师来解答。大家都我们用力猛拍番茄酱的瓶，会导致什么后果？请我们的郭老师来解答。大家都错了。为什么？
因为正确答案呢是 B。粘稠度哦。哇，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浓度跟粘稠度有什么差别？对，在科学的范围里面，我们讲浓度是指它的concentration， 就是它里面的固体到底占多少比例，这个是由配方决定的。它的浓度高，就是里面加的番茄更多。那么你这样拍，肯定不会让番茄消失掉，对不对？所以是不会有影响。那粘稠度是什么呢？它英文叫 viscosity， 那么普通人呢就叫厚度thickness。所以粘稠度越粘，它的流动就越慢。当你大力甩这个瓶子的时候，这时候呢，番茄酱它会变得比较稀。稀。对，因为它叫做非流顿液体或者非流顿流体。我们先来看看一个解释的短片，好不好？来，我们看看。首先，牛顿流体指的是水、油和酒等液体，它们的粘度是固定不变的。番茄酱却是非牛顿流体，它的粘度会受到流动速度的影响。当番茄酱被静置时，番茄酱里面的淀粉分子会彼此连接，形成一个很坚固、类似渔网的网络，从而使番茄酱粘度变大。所以一开始倒番茄酱时，流速非常慢。当用力甩瓶子时，淀粉分子会延长伸展，彼此之间的连接少了，网络不再坚固，粘度就会变小，才使得番茄酱很快流出来。那这一题很遗憾呢，大家都答错，所以目前都是1分平手。哎，不错。OK， 那这个时候当然呢，我们古老肉也完成了啊。接下来要问这个第4题，也是最终这一题，答对才可以吃。我还以为要先吃哎，没有，答错就直接没收了。哇，玩那么大。那当然呢，第4题也是最关键的哈，谁答对就是最后的优胜者。好，那问题是什么呢？烹饪的时候呢，什么情况会破坏这个酱油内的氨基酸，导致酱油变酸 ？A. 你太早倒入酱油 ；B. 你倒入酱油后呢加了盐，还是 C. 你倒入酱油后加醋？OK， 好，来，我们请看3位的答案哈。好，2位是写 A， 太早倒入这个酱油，但阿 Ben 哇坚持你的 B， 因为盐会让东西加速，速度会快，就好像冰块，你要让它更冷，对，然后你就加盐，它就那个冰点会降低，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它会把里面的氨基酸给破坏掉，就是用这个连贯，对，OK， 好，那彬哥呢？我就觉得说太早下，那煮太久就会变质，对不对？那花姐，有些东西煮得太久就会变质 ，overcook， 对不对？对，有可能。好，老师，请揭晓。这道题真的不要想太多，因为答案就是 A。太早加入，所以真的就是煮太久变质，对不对？对 ，OK。因为太早放入的话，酱油受热就会比较长，而加热高温的情况下，氨基酸它不是很稳定，所以在高温下它就容易被分解。它分解的产物呢，有的就有酸味，或者会有一些别的味道。所以是不是只要遇到高温就会变酸？尤其是油和酱油，尽量不要靠近火。油是因为它会被氧化掉，对，酱油是因为它可能会变酸和变质，靠近火的话，所以最好的放这种液体状的酱料呢，比如辣椒酱或者辣椒油豆瓣酱是用玻璃瓶会比较好，它能够隔热，对不对？对，它比较耐热，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酱料里面有油，而塑料呢，它有可能会溶于油。放久了之后放短了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长时间用呢，还是放玻璃，说不定会有微量的塑料会溶于。哎呦，说不定最好是用玻璃瓶。如果你长期盛放这些液体，今天学到了哈，真的。彬哥有什么话要讲吗？我是说能不能吃一点再讲。我也是这样讲。但是彬哥没问题，花姐没问题，这个阿 Ben 不好意思啊。我先回答。然后就没了，来，大家享用。古老肉，来，番茄酱里面呢，我还有加了一点辣椒酱，LP sauce，它是西式的一种酱油，有带一点酸性的也是。因为我觉得 chef 他调的那个酱料的味道不会太酸了，这个是你吃到有酸味有甜味刚刚好。最厉害的是已经摆了这么久，它那个
外皮还是脆脆的，这个才是厉害。所以这个跟下调味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它的程序。所以你刚才的做法是怎么样？我刚才做法是把酱弄好了倒出来， OK，把菜炒一炒，对，然后这个猪肉回锅，回锅再炒，然后再放酱，哦，酱最后这样它的酱就能够裹在那个肉的身上。而且它又有五颜六色，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配搭都非常好，看了又很开胃，很好吃。开胃啊。那当然呢，还是要宣布啊，这一题恭喜彬哥还有花姐答对，谢谢。所以各获得2分，能够进入我们的 PK 局啊。没错。那阿 Ben 这个时候直接猜神秘大奖是什么？哎，我应该去开吗？等一下，你们先猜啦，他们猜我看，我去。你们猜，你们猜，你们就酱料咯，花姐讲的，酱料啦，一定是酱料的。我们请我们阿 Ben 来揭晓哈，到底是什么呢？3、2、1，请揭晓。酱料。我们这里有中式的酱跟西式的酱。中式的呢有那个酱油、酱青、黑醋、甜酱、麻油。然后西式的话呢有那个烧烤酱，还有荷兰酱。那所以现在是 PK 局，好的，加油加油加油！PK 局是抢分题，我一讲完题目，你们直接举手，啊，如果举手那个答错呢？另外一位直接赢。所以不是说快就好了，要有 confidence。OK。好，来，问题就是刚才啊，我们的郭老师有提到酱油啊，要存放在哪一种容器比较好？玻璃瓶。对，来，老师，完全正确。恭喜！来，我请花姐。来，哇，来连庄啊，哇，厉害。今天呢，其实很多题呢，我都是猜的。那么最后一题呢，我相信是我们的建斌大哥故意不举手了，得奖了。我真的不会，谢谢。好，再次恭喜花姐，恭喜！谢谢。好，科学实验室，你是否已经学到使用酱料的美味方程式了呢？然后大家呢也要记得哦，下一次呢你倒番茄酱的时候，记得不要再这么用力了。没错，再次谢谢郭老师，还有 Chef Eric Neil， 很多美食啊，今天哇，是也要谢谢花姐，谢谢建斌大哥，谢谢飞哥。最后啊，老师要请教，是不是哦？全部这种酱料都可以拿来清洁物品，可以吗？不是所有的，要有酸的才可以。酸的天，有的酱料反而会上色，不会去。哎呦，我还要有先问你，不然我回去乱用。